最近喺投資界最熱門嘅話題，當然係聯儲局加息、收水同埋縮表嘅議題啊。所以今集啦，我首先咧係會同大家去到分析通脹對於整體股市以至係經濟帶嚟嘅影響。咁之後啦，再同大家去到介紹兩隻受惠加息週期嘅收息股，係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無論係美國以至係歐洲各個嘅國家都好，佢哋嘅通脹率咧喺過去一年都係大幅上升咗唔少嘅。就例如喺美國方面嘅通脹，最近12月公布嘅消費物價指數就已經升到去7%，而呢一個通脹嘅升幅數據啦，就遠遠超過中央銀行2% 嘅通脹目標。而其中引起呢個通脹上升嘅主要原因就包括有原材料，例如係原油同埋芯片短缺嘅問題，令到物價大幅上升。美國聯儲局近年嘅量化寬鬆過度，令到經濟過熱，同埋美國政府大量嘅銀紙啦，都令到美元貶值等等，都係令到通脹有失控嘅現象啊！喺通脹急劇上漲嘅情況底下，就會令到普遍市民嘅日常消費開支，例如係食物、汽油、水電費等等，都會跟住通脹上升，而係直接影響到民生嘅。咁就因為咁啦，政府咧就需要推出政策去到令通脹降溫，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推出一啲緊縮性嘅貨幣政策，包括加息同埋減少買債，去到控制翻通脹嘅加劇情況。簡單嚟講，就係要減少市面上流通嘅貨幣，避免呢個經濟過熱啊。呢一啲嘅收緊貨幣政策，一來啦都會令到公司同埋投資者嘅借貸成本上升。而因為借錢嘅利息成本上升，普遍公司啦都會減少投資，令到整體經濟活動係放緩嘅。咁所以啦，亦解釋到點解聯儲局加息對於一啲嘅增長股同埋一啲嘅科技股，尤其係一啲借貸比較多嘅公司嘅影響會係比較大。而最近大家就會見到普遍嘅美國科技股都因為加息預期加快，而有殺估值嘅情況，都令到科技股係急跌嘅，咁亦都會係減慢經濟嘅增長，同埋抑壓股票市場嘅升幅。咁講完一輪嘅理論之後，咁你會問，究竟喺呢一段加息週期入邊，又有咩嘅股票係可以值得留意呢？正如頭先所講，假如息口上升，咁就因為市場嘅資金係少咗，所以對於整體嘅股票市場都會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啊。咁雖然加息啦就對整體股市係不利嘅，不過都有某幾個行業啦或者板塊係對於加息啦係有正面嘅影響嘅。而其中最受惠到加息週期嘅板塊會係銀行股啊。加息理論上啦係可以受惠到金融股嘅，因為加息啦都會令到呢個息差擴闊嘅。簡單嚟講，銀行所賺到嘅利息收入啦就會因為加息而係增加嘅，令到銀行可以賺到更加多嘅利潤。就因為咁，我就比較咗一啲本地嘅銀行同埋一啲內銀股去到俾大家去做一個參考嘅。首先喺呢個本地銀行股方面咧，我就揀咗匯豐、恒生同埋中銀銀行呢3間比較普及嘅本地收息股去做一個對比嘅。而喺股價方面，如果以過去6個月由股價嘅最低位去到1月19號嘅收市價去計算佢嘅升幅，就可以見到匯豐嘅表現係最強嘅，係升咗超過4成咁多。而至於最弱嗰隻啦，其實都有唔錯嘅表現喎，有接近20% 嘅升幅，都係跑贏整體嘅大市嘅。咁除咗股價之外啦，另一個投資者最關注嘅指標啦，會係公司嘅派息。咁圖表可以見到啦，喺本地銀行股之中，派息最多嘅係隻2388中銀香港，咁大約啦係有4厘左右嘅。咁雖然係咁，圖表顯示嘅收益率未必係有太大嘅參考價值啊。咁你會問點解呢？咁一來啦，股價嘅升幅咧係會直接拖低咗嗰個股票嘅收益率啊。
咁就例如以匯豐嚟講啦，咁就因為過去嗰幾個月都升咗好多，咁都直接係拖低咗佢嗰個嘅派息嗰個嘅比例嘅。二來，因為呢一個嘅收益率都係根據翻早前各大銀行喺疫情嘅衝擊底下減少派息嘅數據而係計算出嚟嘅。咁所以啦，呢一個嘅收益率都係未必太過準確嘅。不過喺今年嚟講，隨住央行啦都逐漸會去到加息，再加上呢個疫情啦已經變得恆常化嘅關係，普遍嘅銀行啦都有機會咧係重新加翻去嗰個嘅派息金額嘅。好，咁除咗呢個本地銀行方面啦，內銀啦亦都係好多收息嘅投資者好中意嘅選擇。而喺呢一次嘅分析啦，我就揀咗4大內銀，包括係建行、工行、中國銀行同埋呢個農行，去同大家做個對比嘅。喺股價方面，過去6個月由低位計起，4大內銀啦已經係反彈咗唔少嘅。而其中最標青嘅咧係隻建行啊，由低位計起已經大約有16% 嘅升幅。至於收益率方面，中銀嘅收益率係最高嘅，就有接近8%，繼續成為4大內銀之中派息最多嘅收息股啊。綜合翻股價嘅表現同埋佢嘅派息呢兩個重要嘅因素，如果要我選擇一隻本地嘅銀行股嘅話，喺呢3隻本地銀行股入邊，我嘅首選會係隻2388中銀香港啊。而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派息方面會係比較吸引嘅。至於內銀方面，我嘅首選會係隻建行啊。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根據翻以往嘅經驗，當銀行嘅板塊升嘅時候，建行嘅股價都係會跑贏其他嘅內銀股嘅。不過大家要明白，依家普遍銀行股啦，就因為加息嘅預期咧，就已經升咗一陣上嚟噶啦。而升得最勁嘅咧就係呢隻匯豐啊。早喺上年嘅年底左右啦，隨住英國宣布加息，已經係率先炒高噶啦。咁喺過去幾個月已經係升咗40%。由於銀行股現階段已經某程度上反映咗加息嘅預期，咁所以我認為短期內值博率係唔高嘅。所以未有貨嘅投資者，依家最好都係觀望下先。等股價回吐，再喺低位買入都唔遲嘅。2022年會係一個加息年，咁所以相信整體嚟講，銀行板塊啦都會係持續最好嘅。最後，如果你係想知道我自己私人嘅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詳細嘅資料可以去到下邊嘅 description 去到參考翻嘅。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